最新 MC 速通世界纪录一次性大幅提高30秒，用7分多钟就通关了 MC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进入游戏，这位大神在15个随机种子里面选了一个带有沙滩的 ，Shift F3 打开饼形图之后，发现有一大块橙色的区域，表明附近有箱子或者刷怪龙。他来到这个区块9×9的位置，发现一片沙砾中有一个明显的闪长眼，只有下面藏有宝箱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在箱子里面发现了一个水石、大量的铁锭和金锭、食物以及 TNT， 这几乎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东西。再用 TNT 直接榨取木头以及其他方块作为垫脚石，然后用木头和铁锭合成出速通必备的东西。看看这个人制作工具的速度有多快，键盘和鼠标的配合天衣无缝。有船、铁镐和桶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些岩浆。他刚坐上船，就发现水下有一个熔岩峡谷，这里还习惯性的又挖了一个水石，否则世界纪录还能提高几秒。因为用宝箱里的水石早已合成出了打火石。进入峡谷底部之后，在自己的前面摆2张门，然后围绕着门就可以搭建出地狱门，就像开局1分钟就进入了下界。一加载到下界，先将视野调到最小，然后观察这里的一值的变化，一值在这个方向瞬间超过了30，就代表此方向有大量的实体。他走出地狱门，用膀胱早已发现了朱林堡垒，而且在朱林堡垒的旁边还有一个下界要塞。来到堡垒，他第一眼就认出了堡垒的结构。对于速通玩家来说，不同的堡垒有着不同的速通路线以及处理方式，而这位大神已经烂熟于心。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entity count. I thought it was... 跳过这个朱林蛮兵太难了，10个人当中有9个跳不过。这里用火封锁掉一个路线，让朱林走最近的路线跟上来，然后轻车熟路的来到已经练习了数千次的位置。Well, that just got like a million times better. 朱林已经聚集，他将他们挖下来，就开始了交易。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，他早就记住每个金块的位置，所以很快就挖到了足够的金块。但是他还需要足够的黑曜石，至少20个，要建造2个传送门，而不是1个。幸运的是，在附近的箱子里找到了10个。回到交易洞，再看他身上的交易石，正好是20个。现在他身上已经有了足够的梦影珍珠、黑曜石、线，还有防火药水。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找到下界要塞。在这里，当他看到灵魂沙，这意味着地表就在上面。等来到地表，他早就确切的知道要去哪里，扔出梦影珍珠，喝下防火药水，再来看下一个防火药水，落点的位置简直神了。然后再一转角就是烈焰人刷怪龙的地方。虽然烈焰棒的掉落概率只有1/4，但是幸运的是前2个烈焰人都掉落了烈焰棒，但是这对于这位大神来说还远远不够。于是他用多余的2个 TNT 炸掉了刷怪龙周围多余的方块，让烈焰人有更多的空间生成。但是由于下面都是岩浆，他刷的下一个烈焰棒反而掉了下去，总共需要的6个烈焰棒的之一就这样消失了。在扩大平台之后，新的烈焰人还没有刷出，不过他不会浪费1秒钟，他开始建造第1个传送门，要先回到主世界，确定末地要塞的位置。回到主世界只需要扔2次末影之眼就可以。现在身上已经有了6个，完全可以去。但是他听到有新的烈焰人刷出，于是走出传送门，又收集了更多的烈焰棒。这运气也实在太好，就像回到主世界扔了2次梦影之眼，通过自动计算的外部程序确定了末地要塞的坐标。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作弊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大神们只要暂停游戏，通过聪明的心算或者草稿纸列出2元一次方程，也可以算出坐标，这跟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。等他再次进入下界，他先朝预定的坐标扔了1颗梦影珍珠，然后立即把渲染距离调小，这样那颗梦影珍珠就不会落地。等收集到足够的烈焰棒，再把渲染距离调大，它就会被立即传送走。下界的1格是主世界的8格，这样他可以尽快来到坐标位置，在岩浆下面搭建了第2个传送门。5分50秒来到了末地要塞，进入末地的世界纪录是6分30秒。来到要塞，他立即开始用饼图确定末地门房间的位置，橙色面积最大的方向就是正确方向。这样在6分08秒就来到了末地门。
在6分15秒就进入了末地，这已经是新的世界纪录了。他现在内心紧张，但是表面依然平静。他下一步还需要零失误的打败梦影龙。由于身上已经没有了梦影珍珠，他只能搭桥过去。在基岩柱的高一格放了一块哭泣的黑曜石，然后立即远离中心，并且制作出炸龙用的床。现在剩下的就是等待了。梦影龙在这之后要多久栖息？只能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了。很大一部分需要靠运气。Right? Let me back up and get a smart person. 幸运的是，运气站在了他这一边。What the fuck, dude? Holy shit！ 就这样以7分45秒打败了梦影龙，创造了新的 MC 速通世界纪录，比之前的8分15秒快了整整半分钟。